同学们，前面我们学习了脂肪的消化与吸收，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脂肪的分解代谢。脂肪是脂肪酸的甘油三元酯，又称甘油三酯或三酰甘油。分子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常温下是液体的，称为油；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常温下是固态的，称为酯。脂肪的水解产物为甘油和脂肪酸。水解产物然后按各自不同的途径进一步分解或转化。我们首先了解甘油的代谢过程。甘油可以在甘油激酶的催化下消耗 ATP， 先生成三磷酸甘油。三磷酸甘油在磷酸甘油脱氢酶的作用下，碳二位脱氢变为酮基，生成产物磷酸二羟丙酮。氧化型的 NAD 得到碳二位脱下的氢，变为还原型的 NADH。 磷酸二羟丙酮是糖酵解途径的中间产物，因此磷酸二羟丙酮既可以继续氧化，经过丙酮酸进入三羧酸循环，撤离氧化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又可以经过糖异生作用合成葡萄糖、双糖、多糖等等。在学习脂肪酸的降解反应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脂肪酸碳原子的两个编码体系，德尔塔编码体系和欧米伽编码体系。脂肪酸有两个末端，甲基端和羧基端。欧米伽编码体系从甲基端碳原子开始编码，德尔塔编码体系从羧基端碳原子开始编码。生物体内脂肪酸的氧化分解主要有阿尔法氧化、贝塔氧化和欧米伽氧化等几条不同途径，其中贝塔氧化途径最为重要和普遍。如图所示，标示了阿尔法、贝塔、欧米伽为碳原子。1904年，路普利用在体内不易降解的苯基作为标记物连接在脂肪酸的甲基末端，然后饲喂狗或兔。研究结果发现，如果饲喂苯环标记的奇数碳原子脂肪酸，动物尿中的代谢物为苯甲酸；如果饲喂苯环标记的偶数碳原子脂肪酸，则尿中发现的代谢物是苯乙酸。根据以上体内实验的结果，于是路普提出脂肪酸的贝塔氧化学说，这是同位素示踪技术还未建立起来之前最具创造性的标记实验之一。后来的同位素示踪技术证明了这个学说的正确性。贝塔氧化是从脂肪酸的羧基端贝塔碳原子开始，碳链逐渐断裂，每次产生一个二碳单位，即乙酰辅酶 A 和比原来少了2个碳的脂肪酸链。贝塔氧化作用在细胞的线粒体机制中进行，油料作物种子萌发时，另一个细胞器乙醛酸循环体中也能进行类似的反应。脂肪酸在进行贝塔氧化作用之前需要进行活化，并且转运到氧化作用的部位，然后才能进行贝塔氧化作用。脂肪酸参加代谢前先要活化，活化的形式是脂酰辅酶 A。 脂肪酸的活化是在脂酰辅酶合成酶的作用下进行的，生成脂酰辅酶 A， 反应需要消耗 ATP， 打断2个高能键。脂酰辅酶 A 合成酶又称硫基酶，分布在细胞胞浆中、线粒体膜和内质网膜上。脂肪酸的贝塔氧化作用通常是在线粒体的基质中进行的，而在细胞质基质中形成的长链脂酰辅酶 A 不能透过线粒体内膜，需依靠线粒体内膜上的载体肉碱携带，以脂酰基的形式跨越内膜而进入基质。肉毒碱的化学式为3羟4三甲氨基丁酸。在肉毒碱脂酰转移酶的催化下，长链脂酰辅酶 A 和肉毒碱反应生成辅酶 A 和脂酰肉毒碱。脂肪酰基与肉毒碱的3羟基通过脂键相连接，线粒体内膜的内外两侧均有肉毒碱脂酰转移酶，分别称为肉毒碱脂酰转移酶1
和肉毒碱脂酰转移酶2。酶1和酶2是同工酶，酶1在线粒体内膜外侧催化脂酰辅酶 A 上的脂酰基转移给肉碱，生成脂酰肉碱。酶2在线粒体内膜内侧将脂酰肉碱上的脂酰基重新转移至线粒体基质中的辅酶 A， 游离的肉碱被运回内膜外侧循环使用。贝塔氧化的生化历程，脂酰辅酶 A 在线粒体基质中进行贝塔氧化要经过脱氢、水化、再脱氢、流解4步为一轮的循环反应，生成一分子乙酰辅酶 A 和一个少了2个碳的脂酰辅酶 A。 首先第一步反应脱氢反应，在脂酰辅酶 A 脱氢酶的催化下，脂酰辅酶 A 在羧基端的阿尔法、贝塔碳原子上脱氢，形成反式双键的烯脂酰辅酶 A。 同时 FAD 接受氢被还原成 FADH2。 此处的反式双键是指氢原子分布在双键的两侧。第二步水化过程，在烯脂酰辅酶水化酶的作用下，反式德尔塔2烯脂酰辅酶 A 在双键上加1分子水，其中阿尔法碳上加氢，贝塔碳上加羟基，生成贝塔羟脂酰辅酶 A。 第三步脱氢反应，在贝塔羟脂酰辅酶脱氢酶的催化下，贝塔羟脂酰辅酶的贝塔位碳原子脱氢，氧化成贝塔酮脂酰辅酶 A。 同时氧化型的 NAD 接受氢被还原成 NADH 和氢离子。第四步流解反应，在贝塔酮脂酰辅酶流解酶的作用下，贝塔酮脂酰辅酶在阿尔法、贝塔位之间被1分子辅酶流解，产生乙酰辅酶 A 和缩短了2个碳原子的脂酰辅酶 A。 贝塔氧化的4个步骤都是可逆反应，但是由于第四步流解作用是高度放冷反应，从而使整个贝塔氧化过程向裂解方向进行。对长链脂肪酸需要经过多次贝塔氧化作用，长链脂酰辅酶经多次循环，每次降解下1分子乙酰辅酶 A， 直至呈2碳或3碳的脂酰辅酶 A。 例如软脂酸又称为棕榈酸，是16碳的饱和脂肪酸，经7轮贝塔氧化生成8分子乙酰辅酶 A。 8分子乙酰辅酶 A 进入三羧酸循环，彻底氧化分解生成二氧化碳，同时7轮贝塔氧化生成的 NADH 和 FADH2 以及在 TCA 循环中产生的 NADH 和 FADH2 全部进入电子传递链，传递给氧生成水。同时电子传递过程伴随着 ATP 的合成，也就是氧化磷酸化。脂肪酸氧化过程的能量生成由贝塔氧化历程可知。对于饱和的16碳脂肪酸而言，脂肪酸贝塔氧化作用前的活化需要消耗2个 ATP。 软脂酰辅酶经历7轮贝塔氧化生成7个 NADH 和7个 FADH2 和8分子乙酰辅酶 A。 1分子 NADH 和 FADH2 经呼吸链可分别生成 1.5 分子和 2.5 分子 ATP， 因此1分子的软脂酸彻底氧化可净生成106分子 ATP。 1 摩尔葡萄糖完全氧化可生成30或32分子 ATP。 3 摩尔葡萄糖所含的碳原子数与1摩尔硬脂酸相同，3摩尔葡萄糖最多可提供96摩尔 ATP， 1摩尔硬脂酸可提供120摩尔 ATP。 在碳原子数相同的情况下，脂肪酸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脂肪酸的助能效率更高一些。脂肪酸贝塔氧化过程中生成的乙酰辅酶是重要的中间化合物。乙酰辅酶除能进入三羧酸循环氧化功能外，还是许多重要化合物合成的原料，如酮体、胆固醇和类固醇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
生物体内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双键都是顺势构型，而且第一个双键都在碳9和碳10之间，以后每隔3个碳原子出现一个双键。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与饱和脂肪酸基本相同，只是在贝塔氧化的第一次脱氢反应的时候，是用异构酶替代了脱氢反应。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图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双键在90碳原子之间，而且是顺势构型。在贝塔氧化过程中，由烯酯酰辅酶 A 异构酶催化，将顺势的构型转变为反式构型，就能继续贝塔氧化历程。由异构酶催化的顺势双键与反式双键的互变过程。大多数脂肪酸含偶数碳原子，通过贝塔氧化可全部转变成乙酰辅酶 A， 但一些植物和海洋生物能合成奇数脂肪酸，它们在最后一轮贝塔氧化作用后产生丙酰辅酶 A。 丙酰辅酶先在丙酰辅酶缩化酶的催化下消耗 ATP 进行缩化后，经过2次异构化形成琥珀酰辅酶 A。 琥珀酰辅酶进入三羧酸循环，继续进行代谢。同学们注意图中的代谢过程关键集团的变化。